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我们的到场来宾，前资深外交官介文吉大使。思明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明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来关心川普在今天上演的这一场脱口秀，原因是什么呢？嘴巴喊说要暂缓打伊朗，达到5天。那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为了要来救经济，包括了股市跟油价、民调吗？还是他另有打算？川普现在正在等的是他的2栖舰，还有5000名的陆战队，准备对伊朗发动下一波总攻击。更大的攻击可能是哪一个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先来看到最新，川普23日在他的社群上面再放话了。他说，过去2天呢，美国跟伊朗之间进行了一个非常良好、富有成效的对话。本周呢，我们会继续的讨论，并且他说了，接下来会暂缓对伊朗的发电厂跟它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都会停止，达到5天的时间。但是他最后再补了一句说，这个还是最后得取决于整场的会议跟讨论是否达到成功。这个消息一出，看起来是不是美国就不打伊朗了呢？激励了包括我们来看到油价跟这个金融市场的反应，油价是立刻暴跌，幅度超过了13%，油价每桶正式跌回了$100以下。来看到股市的部分，道琼指数狂飙了631点，纳指同样是狂飙了299点。在这些金融市场反应完，还有川普的话说完之后，伊朗是立刻打脸了川普。看到伊朗怎么说？他说完全没有跟美方进行任何的沟通，也没有透过任何的中间人来做协商。伊朗说完之后，川普又在接话了。川普说呢，我不清楚伊朗在说什么。美伊，我们明明就是在昨天晚上有确切的进行会谈啊，这次将会达成协议。川普也说了，当时去跟伊朗交涉的人是美国的特使魏科夫跟他的女婿库许纳。那么我们也特别来看到专家分析了，为什么川普会频频的在这个此刻放出各种的好消息，其实有3个原因。先来看到第一个，就是要救股市。确实刚刚看到了股市，美国股市的部分是已经有所反应了。那么还有就是要压低油价，确实这个油价有一度是压低，但是在伊朗否认了有跟川普通话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油价又再度的回涨哦。再来看到的是第2件事情，他们说川普啊，现在其实是在为自己争取时间，等待的就是从亚洲这边过去的2栖攻击舰，还有5000名的陆战队，等着他们登陆到中东的时候，才会来做2栖登陆跟远程打击，来攻击伊朗。这个是后面川普等到这些武器到了之后才会做的事。另外，来自于最新的媒体报道消息，美国现在正在加速的增兵中东，尤其现在正在研拟的是登陆夺下伊朗的石油命脉。我们讨论非常多的哈克岛。第3件事情，现在川普还暗中扶植伊朗的议长，希望透过议长让他上位，有美国的这个影子在这当中。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来特别关心，其实呢，我们也提到了川普多次的塔口嘛，过去也有非常多次的经验。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他多次的警告伊朗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打击，但是最后就是空袭一下，还有有限的反击而已，被人家笑说你是在塔口吧。第2件事情，他也曾经对伊朗画了很多红线啊，声称说你如果触碰到底线，我会报复。结果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升级行动。那么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我们就来假设说，这一次以军事来说，川普是为了在预做准备，等2栖攻击舰跟这个陆战队到了要做攻击的话，那他的战术会是什么？他又会如何做反击？我们看到川普他讲话我跟你讲，从来不必打草稿，你知道吗？我们跟伊朗有非常重大的进展，你知道吗？非常有利的谈判，利器的利，代表什么？代表说真的跟伊朗这几天来有重大共识，所以我延缓5天，延缓5天干什么？对哈格尔岛有这个重大的伊朗的能源设施发动准军事攻击。哇，那这个新闻一出来，就代表什么？代表利多嘛，一利多，那开始油价洗三温暖，股市也跟着洗三温暖。油价你知道，北海布伦特原油本来是100块，对不对？一桶，结果一听消息大好，油价跌了13%，变成87块美元一桶啊！结果有一个人跑出来，
叫做卡利巴夫。卡利巴夫是谁？伊朗国会议长，也就是川普口中现在最有可能会取代啊，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哈米尼或哈米尼的儿子不能够真的亲自主持的话，可能是卡利巴夫会出来，他就一头雾水，跟半岛电视台记者说：“你在说什么？我们哪里有跟川普有任何谈判，对不对？他是自己在编故事吗？对不对？”他说：“绝对不可能的，伊朗还是要进行这个伟大的报复。”他一讲，油价又回去了，你知道，又跑回$100去了。所以我们看这个，你会觉得说，这个是真正的民生经济，在川普的嘴巴里面变成一场儿戏，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讲话完全没有信用。但是我们也快要反过来看，因为我们特别注意你的军事行动是怎么在做的，但这方面是属于比较认真的东西。那2艘那个就是2栖突击舰啊，已经到了红海，也就是阿拉伯海那边的外海，准备要进入荷姆兹海峡。这2艘船要特别介绍一下，他们就是闪电航母。什么叫闪电航母呢？闪电航母就不是真正的航母，它只是搭载着闪电战斗机的航母，也就是 F-35。也就是说，这个是美国在因应他们的航空母舰战斗群可能不如在冷战时期还有那么多组的情况之下，美国国会、美国宪法规定你一定要有11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可是现在还没有了，它只剩下10个，因为尼米兹号要退役，福特号还上不来，所以说他们就把规模以及排水量比较小的闪电航母，它搭载了 F-35战斗机之后，它不但可以自卫，它还能够攻击。本来2栖攻击舰的作用不是这个，他们是负责搭载陆战队的，每一艘都可以搭载2500名陆战队。我现在讲2500人，你会觉得说，哎，对啊，我们坐邮轮也是2500人啊。对不起，它上面还要载很多重武器跟重装备，因此4万吨的2栖突击舰，它就必须要带上2500名陆战队员，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紧致的设计，它还要载战斗机，它还要载油料，它还要载飞弹，所以说这2艘分别是黄蜂级的全狮号以及那个美利坚级的迪利波里号，这2艘最新的闪电航母已经到达那个，就是说它的前进部署的预置点的话，就是如果今天赫克塞斯在收到川普的一声令下说谈判失败，打你就要往前了。往前的话，你最终的目标就是哈克尔岛，就是哈克尔岛。对，那这个岛打下来之后，可能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什么？你打下来之后，你就在伊朗飞弹的范围射程之内了，他就可以直接对付你。为什么？因为哈克尔岛距离伊朗才30多公里而已，很近。如果他今天前线部署的话，你就必须要先用闪电航母上面的战斗机去把沿岸可能威胁你的这些飞弹设施先给摧毁。所以到时候他的战争就会变成说，你就真的进入了伊朗本土的战争了。那这些陆战队他登上了哈克尔岛之后，就等于宣示美国力量进入这边。那你真的有地面部队上去就代表你可能要再上去伊朗本土，你是不是要去攻？那对不起，你现在的航空母舰战斗群是不能够支应的，你要有更大的后勤能量。那现在盟邦都不愿意帮忙的情况之下，川普要从本土再调船团去支援，所以川普一直没有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说，那个就是进占本土的准备。你有这种后勤支援吗？现在看完全没有，你没有滚装货轮，你没有大型油轮，你没有舰队快速补给舰，没有跟着一起走的话，那这个战争行动会拖得很长。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在洗三温暖的原因。对，好，所以我们就要看下去，接下来这个5天之后，川普是不是真的会攻进去？那如果攻进去，就是哈克岛，等于也进入到伊朗的本土，这是付出的代价是会非常大的。那同样的问题，请教大使又怎么看？为什么川普说快达成协议，结果伊朗又打脸？他是为了就是救经济，所谓的包括股市啊跟油价，他希望压低，还是他真的在准备接下来要来进行更猛烈的攻击？川普通常都是要价很高，哎，他那个话讲的都很狠，就因为讲的太狠，就无法实现。到最后他自己要找一个时间下台，而且他喜欢用这种时间压力，只有2天，对，
可是他玩得很纯熟，他谈判技巧真的很纯熟。时候到了说，我再延5天，5天以后呢，他说再延2天。所以川普他口是有名的，那因为他什么事情都从谈判的角度来看，他从谈判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对我这个唬你一下，搞不好我就达到目的了，你搞不好就屈服了。我最后这个艾迪美敦输下来，你说对方想一想说，算了，我就让步了，搞不好就赌赢呢。那没有赌赢，他看也不行的话，油价又上来的话，他这一招是蛮高的再延5天，对不对？所以他这个人家叫什么？这个有的是叫什么脑啊？他这个脑，他叫谈判脑。谈判脑，事实上的话，用一个最高统帅一直用谈判方式来处理问题的话，太片面了，就会变成大家都感觉到你讲话没信用。谈判基本上就是诡计百出，也不讲实话，那都全讲策略。可是你做一个美国总统的话，你如果老是做这种决定的话，你就威信尽失，威信尽失。那现在他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他一定是取乎上得乎中，最后呢拿不到的话也就算了。对，比如说遇到强的，最重要的就是跟中国大陆的贸易谈判嘛，对不对？他给你停战1年，最后说还要再停战1年。然后呢你降，我们大家都降税，本来120%，你降到现在50几%，他可以退的。川普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谈判脑的美国总统，他是有很多退的这个空间的。所以你会发觉大家都很紧张，只有他老兄一个人老神在在，因为现在刀抵着你，对不对？我也可以现在搞的事情闹大，对不对？我的刀收起来不抵了嘛。对，我打你，我最后我也可以不打。对我想他的智商应该在莫迪之上。莫迪先生打败仗还可以说全国放假10天庆祝胜利，那川普智商觉得比他高所以川普有收的空间，他也有收的把握。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部分应该是一种怎么讲呢？最后通牒，然后呢展开谈判。那伊朗是被耍了，伊朗说你根本还没有开始跟我谈，你就说已经谈了。那川普讲说，打仗谁说要跟你讲实话的？对，欺骗你，我为了国家利益欺骗你，为了打仗欺骗你，天经地义。这个是他的思维方式。所以我觉得现在伊朗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伊朗也会谈，也会谈。那谈打谈，边谈边打，那是常态。可是我觉得就变成现在双方都觉得有机会谈的话，搞不好5天以后真的川普就说宣布胜利以后然后呢收兵。是。好，那现在的关键就是说，那川普下了最后的通牒，但是美伊提出来的各种条件，双方能够达成共识吗？因为看起来里面是有一些项目，双方是很难达成共识的。其中我们来看到几个，先看伊朗他提出的要求，必须彻底的结束战争，那美国撤军，并且关闭中东所有的美军基地，还有赔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这是来自于伊朗。那我们来看到美国说，伊朗必须停止核计划，拆除浓缩铀的核设施，还有撤销限制弹道飞弹的计划，停止支援代理人战争。现在看起来的停战条件有可能吗？另外就是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川普现在是否要扶植这位伊朗的议长上位，来介入在伊朗的政权当中？上次哥怎么看？首先我们看这个整理出的伊朗提出的条件跟美国提出的条件，大家不要误会了，觉得好像大家真的已经提出条件在谈，没有的。伊朗每一天其实都有记者会，这都是过去历来，因为每一天都有有记者在问伊朗现在的这个外长，还有包括开记者会当中负责的那个领导人，问他们说，到底现在是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停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条件，不是他们现在跟美国谈这个条件哦，是历来在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前3项。这是更早之前，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误会，这只是说过去记者在问的里头。因为记者有个最新消息是什么？英国《泰晤士报》在我们录影前的1个小时才刚刚才讲说，川普真的是已经有在谈吗？伊朗在谈吗？《泰晤士报》说没有的。
说现在能够代表川普去谈的就只有一个人，就是魏克夫。那么魏克夫他说现在根本没有任何的管道能够伊朗谈，而他正在寻求透过巴基斯坦，而且没一撇，巴基斯坦也没答应，伊朗也没有答应哈。所以真正我们要看的部分，谁能够代表川普去谈，其实也没有太多。我们这个电视墙当中讲说库许纳更不可能，因为库许纳已经被公认知道，他就是影响川普在当时决定开战的那个人，而且就是斩首行动当中推动的那个人。我觉得库许纳如果没有被伊朗视为非要把他杀掉不可，都不可能了。而且我觉得必须要来看，为什么我觉得可能性很低，尤其在伊朗。首先，我们现在在台湾感受到的，或者在亚洲感受到的，主要都是欧美，台湾自己没有派记者这次去中东采访，一个都没有，所以我们都在欧美媒体都觉得是川普的这个节奏，川普的起伏，我们跟着他起跳。可是你真正来盘点，理性来盘点，到这一次来看，伊朗是什么？伊朗是人家的哈梅尼，是他的政教领袖，他们的神他们的神被杀了，被斩首，整个伊朗被斩首了50几个以上的所有的领导人包括先前最新的拉里贾尼，而且最近其实国外媒体都说，拉里如果真的要跟伊朗谈，其实拉里贾尼有可能，因为他跟美国打交道已经几十年了，他在这个外交各方面来讲，而且他在整个伊朗当中算是比较改革派的，结果你把拉里贾尼也把人家斩首了，对，所以首先第一个斩首行动不是我们在想说死了就算了，人家那个是深仇大恨。我看现在包括半岛电视台里头，现在每隔几天，每隔40天，就在为他们纪念的这个仪式，是几万人在德黑兰的街头在为他们悼念，这个都没有停的。所以第二个部分，我讲说现任的领导当中，怎么会轮到这个议长呢？而且不是暗中吗？暗中为什么媒体都报道出来？所以人家当事者都说没有，就没有我啊！而且都现在讲说都知道怎么样也要目击塔巴吧，人家是现在新任的神新任的政教领袖，而且拉里贾尼结束之后，谁是真正的能够取代的，还要看穆吉塔巴指定谁。如果没有出来之前不知道的，而且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现在不是川普要不要停？伊朗现在跟以色列之间，他们的这场战争是几十年、上百年，有延续的一点宗教战争。最近在国际舆论当中，学者在分析，这里头包含他们自己本身所谓的末日，也就是说，大家互相要把对方置对方于死地，对以色列于死地，以色列要伊朗于死地。这个不是现在这种我们看到国际政治、财经的这样子的元素而已，它深层的这种宗教仇恨，末日要达到末日的这个宗教的目的，可能是在有更深层。这些加起来，你觉得可能会轻易就谈，很可能轻易就5天之内就可以谈完吗？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